刚才原告已经进行了相关陈述，被告，你有什么想辩驳的意见吗？有。我方并不认同原告所说的双方感情破裂。我的当事人和原告原本婚姻关系美满，直到4个月前急转直下，原因是原告已出轨，第三者准备生产。我方认为原告和第三者的关系严重侵害了家庭利益，影响了他的感情，因此，我认为提出这样的财产分割比例合情合理。这里有一些证据，是原告带着第三者前往奢侈品店的消费照片和刷卡记录。原告，你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有什么意见吗？有。我想请问一下被告，你是否认为在我的当事人出轨之前，你们2人的婚姻状况是幸福美满的？是。可是根据我收集的资料显示，并非如此。我调查了2人的邻居，还有共同的同事，他们都说2人貌合神离，更像是被利益捆绑的夫妻。我还调查了2人的旅游记录，显示这几年根本就没有，连出差记录都是0。还有他们的通话记录、微信聊天记录都显示2人甚少交流。我的当事人和原告生活在一起，所有的交流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完成，没有旅行记录，没有聊天记录，完全无法说明问题。交流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完成，这一点我很赞同。可是有没有必要连生活的琐事都没在一起交流呢？2个人的干洗衣物要送到洗衣店里面去，居然是1前1后分开的。虽然是很琐碎的小事，但是这已经足以表明2人根本就是0交流。原告和被告的婚姻，在所谓的小三介入之前，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。被告，你有反对的意见吗？有。原告律师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设状态，每对夫妻都有其交流相处的模式，且不被众人所知。如果是这样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假设我的当事人对生活细碎小节不感兴趣？难道这就是一方婚姻可以出轨的理由吗？被告律师所提供的证据，处处都在指责我的当事人婚内出轨。但是我想请问一下，如果跟异性正常的社交礼仪也叫做出轨的话，那么白艺玲小姐昨天和你的上司一起搬家时候的亲密动作，是否也要被判定为出轨呢？照片上的人呢，是沃夫集团的经理郑李先生，而白艺玲小姐在前不久成为了郑李先生的助理。我是否可以这样问，你和他已经有了婚外情呢？综上所述，婚姻的过错方根本就不在我的当事人。即便他偶尔地忽略了被告人的情感需求，这也并不能成为你指责他的理由。我请求合议庭让我提供新的证据。陆律师，你也是男人，应该理解这种事儿。男人同样会犯这样的错误，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大家都是成年人啊，没必要说的这么明白吧？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的话，我们得先走了。陆律师，我这么跟你说，我跟白艺玲的事儿没这么简单，她有先天缺陷。就算没有这种状况，我们也不可能走到最后。您放心，
属于他的钱，我一分不少会给他，但剩下的，我得为我的孩子去考虑吧。这算什么证据啊？我说这话也是有原因的。你愣着干什么呀？反驳呀！法庭上，请保持安静。你让所有人对我投以异样的眼光，你这打苦尽白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明白。难道没帮到你吗？现在你的诉求我已经全部满足了，你还要来质问我，这不是狼心狗肺是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你狼心狗肺应该已经习惯了吧？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好说了，只能祝贺你喜当爹了。喂。